所以如果你货出去的时候没有记录到批号啊，客人跟你客诉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东西品质不良。”这个时候你就完蛋了，全部召回的损失就会非常非常的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工厂优优班，我是工厂医生阿纪。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库存管理的第2篇。那今天讲的东西跟数学账就没有关系了，跟空间有关系。我们库存指的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放了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有趣了。很多的企业啊，对于库存的管理只有一个叫总账跟总仓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假设像这块白板呢是我的工厂，等了它都会设一个，比如说那个叫易瑞仓，整个就叫易瑞总仓。可是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伙伴问我的问题，顾问，我家找料很辛苦，他不知道在哪里，他很难找，因为空间太大了。你想想看，在一个500平的仓库，你要找一盒东西，其实是太难找的。所以，其实，在库存管理里面，它还有一些功能可以去实现它。当然可能每一家不太一样，但是我先把它解释成它有哪些事情，让大家更理解。库存的管理有这几件事，一个叫库位，就应该叫做仓库啦。你有多少个仓库？还有一个叫储位，一个叫批号。那有特定产业，它必须到序号，就像是那个电子业啊，其实每一颗滑鼠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号码，它叫做序号。那因为我们一般的那个传产制造业不太用到这里，所以这一题这个不是我今天主角的角色。但是库、储、批呢，这3个会有很多的行业它会用到，来跟大家细细的说清楚这样是一个仓库，要放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要找东西不好找。但是呢，假设这有3区，我把它分成3个区域，这个叫 A 库，这个叫 B 库，这个叫 C 库。这样好像就比较好找了。就是说我跟他讲说，品号1、2、3、4放在什么地方？你看，放在这个地方，一个大 A， 我就不好找。但是我跟他讲说，这个品号我放在 A 这个位置所以你很清楚知道它就是在某一个区域里面，所以这个空间你就已经理解了。假设我们又跟他讲，这个在1楼好了，这个在2楼，这个在3楼，你会不会感觉这样不用跑那么远去找东西了？感受上很清楚，原来我这1、2、3这个品号它在1楼，你只要找1楼就好了，你不用全部到处去找。那如果1楼又很大，你就可以再把它划分同样的道理，你就可以再让它划分，说哪一区哪一区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先把仓库切出来。那大部分的 ERP 里面一定有库位这个部分，所以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有一些 ERP 里面可能不见得有储位。那如果你还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放在哪一个格子的时候，它就叫做储位的管理。例如1楼里面我们有好几个料架，我们在仓库里面常常会看到那种橘子色的那种料架嘛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一格一格一格。我现在跟你讲1、2、3这个品号放在 A 仓库这里，在1楼这个仓库，可是有很多个料架，你也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点，更清楚具体它在第几个格子你不知道。所以如果针对每一个格子呢，我们都给它一个编号 A01 啊 A02，这样感觉上你在找东西又更具体知道说它就在那个地方了。所以品号1、2、3呢，这个物件它放在1楼仓的 A01这个位置，所以你只要走到那个料架位置上面去，你就找得到它，很快的，有点像那个 Google Map 就很清楚的告诉你，你只跟他讲说我要去高雄市，那个叫高雄市，你跟他讲我要到哪一区，我就是又再切小一点到哪一区，然后跟他讲我的门牌号码是几号，对了，就是门牌号码是几号，你就直接到那边去导航到那里，要找东西就很快了。所以这个小格子的那个料架仓储料架上面那个小格子就叫做储位。好，所以有仓位有储位。接着呢，还有个东西叫批号，就是在这个料架里面，我可能放了2栏东西。那第一栏是因为日期嘛，第一栏是2025-04-02这一批，然后呢还有个第2个篮子，里面放的是2025-04-03的这一批，所以会一个空间里面放了2批。什么意思其实这2个虽然都是长得都是叫做1、2、3、4，它可能是在不同天生产出来的。那不同天生产出来的公司里面，如果你们公司需要做到批号管理的时候，就会出现2个批号。所以一个就是从库很大的一个范围到储到批，那批指的不是
空间，P 指的是这个物件的一个每一次生产出来的那个料件的状态。它通常是为了追溯，如果会有公司会追到履历的时候，就是拿它来使用。例如像我有个客户啊，他们的东西因为量比较大，所以如果你货出去的时候没有记录到批号啊，客人跟你客诉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东西品质不良。”这个时候你就完蛋了。如果你是连续性生产，那10天的东西都不良，他说退回来给你，你就会崩溃了。但是如果你有跟客人讲，我有做到批号管理，他跟你讲说，哪一天来的货不良，他跟你讲4月2号来的那批货不良，你就会觉得还好，我管的就是4月2号的这批货不良而已。那再换一个角度如果4月2号的上午跟下午有没有一样？其实还是不一样所以你们有这样子的需求的人呢，就要把批号给他定义的清楚，在批号的编码原则的时候，譬如说可能还会在之1啊、之2、之3。那至少他收到料件发现品质不 OK 的时候，他从上面看得出来说，你4月2号的那个之3这一批啊，品质有问题，你就会限缩你的范围，就缩得很小，就不用全部召回，全部召回的损失就会非常非常的大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有时候是这样子，因为这样的管理可能有点辛苦跟复杂。我们以前有讲到那个有些条码化啦，或者是像那个有分享过 RFID。这种都是因为管理的程序比较辛苦了一些，所以会透过 RFID 或者是条码这些辅助型的工具，来让工厂的库存管理会更数位化，会更聪明这也是可以选择的方式。好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库存管理的库别、储位跟批号的一个名称跟定义，跟它使用的方式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